有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哪几位？他们是算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启陆老师，欢迎陆老师；著名的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于老师；涂磊老师，欢迎涂老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我大嫂呢，对我们俩特别的照顾，对我们俩特别好。当时我们离婚的时候也没有告诉大嫂，也没有跟她说。当她知道我们离婚以后呢，就特别想让我们和好，所以就投资了这个店儿，给我们投资10几万呢，让我们开一个餐馆。那你跟他现在有什么问题呢？现在他已经变了，变得脾气特别的不好，就是我们俩呢，就是成天的吵架。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好好的过，所以呢，我想请咱们这个给我解决一下这个这里边所有的问题。一对曾经的夫妻，男方想复婚，女方的态度不太明确。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王先生45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女嘉宾徐女士46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离婚有多久啊？离婚有2年多了。2年多了。对。现在您想复婚？对。您想吗？当初为什么离的婚啊？离婚是2年前的事儿，但是8、9年前就决定要离婚了。为什么8、9年前就决定要离婚呢？当时开了一家服装店，他没工作，没事就做个饭，大多数时间就在打麻将。哦，不上进是吧？对，后来他跟我说了，咱们买个电脑吧，买了电脑我就不打麻将了。完了就买了电脑以后是不打麻将了，人家就成天泡在那个电脑房里。干啥呀？就是说我玩游戏，聊聊天而已。玩游戏是吧？偶尔玩电脑里跟谁聊天啊？他跟网友聊天。后来呢？后来就是有一次吵架挺严重的，我记得是8、9点他回来了之后，那次聊天也没有做饭，在店里他受什么气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这个卖东西的事儿吧。回来之后跟我吵架特别严重，而且呢我是出于那种大男子主义吧，所以说也没有跟他好气。那天店里我就是做衣服，我手刺着了，但是我1分钟都没停，我还工作。完了晚上回来了，他还没做饭，我特别生气，我就说了他几句，完了他跟我大吵起来。吵完了以后，我做饭的时候又不小心切手了，当时吧，会觉得很无助，对吧？一个女人在外面是奔波的，回到家里面想有一个至少是关心自己的男人，结果也没有，是吧？当时挺严重的，就我邻居大姐给我送医院，她看到了那没管，送医院，她给我接回来，没走到我们这家的时候，她就说你回娘家还是去哪儿，一点愧疚都没有。我感觉那次我就死定了，一定跟他离婚。当时为什么决定要离婚了？没离，因为我等女儿有个安定的家，有个好的归宿。后来女儿出嫁就离婚了，是吗？出嫁是当时没有离婚，后来我就春节她没回来，就是离婚前一个春节。2年前的春节她没回来。对。去哪儿了？这几年一直在外边打工。就手切了之后，她一直在外头打工。当时她没有出去，就是4、5年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外边，我们是分开的。后来我女儿生孩子嘛，她回来了。孩子过完满月了，我说没事了，我们就离婚去吧。结果都同意了双方。第1天他晚上他没同意，第2天早上我就谈这个事儿，结果他蹲在厕所就不出来。当时第1天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说咱们离婚吧。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吵架，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说像那种就是脸红脖子粗的争的那种，不是那种。就后来怎么着，就是说他跟我离婚吧。当时我只感觉开玩笑的。第2天早晨呢，他说离婚吧，我还是没有感觉是真的。结果每天早晨我去厕所蹲厕所的时候，他说你在厕所蹲着吧，你蹲着逃避也不管用，就是你蹲多长时间，我还是要跟你离婚。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这是真的了。我就感觉说什么呀，就是说你要跟我离婚，离就离呗。我说实话，我说谁离开谁都一样过。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我挺生气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他在外地打工的那4、5年期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情感交流是靠什么来维系呢？那个基本上没有说过话，就是比如说不是那个经济上面还有，就是他在家边待着，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到家几点，不管晚上几点或者多冷，他从来没有问过一句。
你都不关心我，我还有必要？就是这4、5年，其实说白了是钱还交回家，是这意思吧？啊，钱交不交回家呀？在我离婚前交，但是实际上面夫妻除了这个经济往来之外，没有什么情感依托了，是这意思吧？对，日子你也是不跟他说，过了，对，明白了。这个不是离婚2年了吗？离婚2年，就是我离婚以后，我查出来是子宫肌瘤，当时我要做手术，女儿给他爸打电话让他回来，说他爸表现的好机会的时候，他就没有回来。他们电话里边还吵，还把女儿拉黑了，我特别生气。其实我和他离婚之后呢，我的感觉我整个身体好像像一个空壳一样，也没有精神支柱了。离婚的第2天我就去北京了，在那之后呢，说实话我也病了。我一直在床上躺3个多月。去北京的时候我是140多斤，结果在床上躺的时候我瘦成110来斤了。他做手术，后来我们家闺女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你们家闺女说了，我说什么事儿你跟你妈商量一下，我现在我也回不去，我现在我也病了。其实明说暗说都说了，最后我们家闺女说我一句什么话，我恨你。其实当时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真的我哭了3天，我都感觉我说我俩孩子怎么这么不理解我了啊！不过现在说实话，也就是今年吧，今年我们把这个事儿又说了一次之后呢，就是我们家闺女挺啥的，我们家闺女说表示理解我，谢谢，表示理解了。她说当时你没有说这么明白，过了10-20年吧，肯定会难受嘛，人之常情。所以动容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父亲因为女儿的一句话而伤心也好，我都可以理解。我很好奇的是，都离婚2年了，今儿怎么到这儿来了？谁提出来的复婚？这个想法是怎么有的？为什么要复婚？我在家吧，都是基本上嫂子照顾我。她在外边病啊，我嫂子说她也挺不容易，说我就给你投资个店，你们一起经营个店，慢慢磨合，你们感情会慢慢好的。真是我的嫂子跟我的关系真是像亲妈一样，最体贴我了。嫂子来了是吧？我们把嫂子请上来问点事儿，好吗？来，有请嫂子。欢迎您啊，大姐。您给他们投资了个店啊？对。哦，干嘛呢？因为我开的这个家都即将要散了，我家没得这个弟妹的家，这些年真是太受苦太受难了。您指的这个家要散是指哪个家要散？我这个兄弟。你们是什么？堂兄。亲叔伯的。亲叔伯的。亲叔伯家的这个孩子。他大爷家的嫂子，就是我们关系特别好。您这次是真想复婚吗？对，我这次其实我是真想复婚来的。想复婚的原因是什么？说实话，为了我们家孩子和一个好的家庭，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孩子高考呢。我现在儿子在上高中，我想，就是在经营，为儿子再做一点点。其实这么多年，其实我也感受到了。说实话，我的脾气挺大的，而且他受了委屈，这个我也知道。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也想改变一下改变我的脾气。自从开了店以后，我这兄弟改变了很多，跟以前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怎么说呢？其实就是离婚前2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离婚之后2年我还是在北京。就是从去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我嫂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回来什么呢？到那个去年的时候，她才知道我们离婚。到那个时候让我回来之后呢，就是她看到我们已经说散了这个家，她想让我重新再组建起来。我这是在家里的时候给他们开了这个店以后，结果经营这个店的时候，2人不管大事小事一说话都吵。我在家里调节不了了，我愿意叫这专家们给他听听这事，给开始约谁。我听明白了，您是好心，希望他们俩好，是吧？对，嫂子跟我讲了。你发现结果这个店开起来，他们俩还是天天吵，是吧？对。我知道啊，咱们传统的善良的这个中国人都希望不离婚嘛，他们俩已经离了，对不对？对。你希望他们破镜重圆，结果发现。其实，在生活里面鸡犬不宁的，天天打，是这意思吗？天天吵，所以你也没办法了，没办法，才来我们这儿，是这意思吧？对。好，行，谢谢您，您请回。好的，接下来就让老师们来分析一下吧。关于要不要复婚这件事情，我有3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叫为什么？当初离婚是为什么？和现在究竟有没有什么变化？第2个叫凭什么？
现在复婚的话，能不能过上比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第三个，我想要什么？我的未来究竟是想要怎么样的？是想要变成什么样子？那么我应该选择是离婚还是复婚？这3个条件不只是说给大姐听的，也是说给你听的。为什么要说给你听？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着急，你再给自己半年、1年的机会，按照我这3个条件想一想你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凶。靠凶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老婆回到自己身边的，就这样。好，所以这个陆琪老师那3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3个问题里面还有个小问题，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如果嫂子不出面开这个店的话，你们俩现在各自在干嘛呢？这2年当中有人提过要复婚吗？所以我对他们复婚这件事儿，我持一个特别的观望态度。来，莎娜老师。对，我觉得赵川老师刚才说的这句话非常对，就是我到目前为止都不认为2位有想要复婚的心，你们只是为了不辜负嫂子对你们的一片期望而做出了现在这样以下的一些举动。我知道您在这段婚姻的生活当中受了很多的委屈，能看得出来，否则的话也不会全家人一面倒的去帮您控诉他，连包括他的嫂子都站在你这边。但是你不能拿你受的所有委屈当你的武器和盾牌，前半部分是他的错，但是后半部分是你的错。你永远都是把矛头指向对方，你永远没有反思你自己，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委屈的人，所有的人都帮着你。你错了，真的，我没有这样想过。那你告诉我，在婚姻当中你做错了什么事儿？我感觉我太懦弱了，你知道吧？说实话，你在婚姻当中不是懦弱，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止损。对，我就是8年前那会儿都该跟他离婚了。所以您就口是心非了。接下来之后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所以我就是一句话，我觉得你们2个人今天来这个节目，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嫂子一片心。那接下去以后，我觉得就继续这样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再复婚了，好吗？我不会复婚的。好，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于老师。男方说这次复婚是为了孩子，我想问你一句话，单从你个人情感需求，不提孩子，请问离婚以后复还不复其实意义不大，对吗？我真没有想过，只是想过就是偶尔就想一下，这样过真不是事儿，只是有的时候偶尔这么想一下。如果你自己情感不需要，那真的就不需要再打孩子幌子了。那我倒觉得2个人啊，应该正儿八经的好好的反思一下。如果你们2个人都能够反思再成长一下，看看到底未来能不能在一起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答案。这个时候你们还在天天在争吵，其实嫂子是一片好意，但是却没干什么好事儿，没有让你们能够在非常冷静的状态下，真正离婚的状态下，分得清清楚楚的状态下来思考，我到底需不需要复婚。等2个人想明白了，2个人都成长了，然后再说后边的事儿。 OK， 好，谢谢于老师。来，涂老师。老王，离婚这和和散散的这些年，你喜欢过别的女人吗？没有，网上也没跟别人聊过天儿。聊天也是同事，别的啥没有一点那意思，一点想法都没有，是吧？对。我问一下徐大姐，是吧？有没有男人向你展示过对你的好感？有。多不多？有2个。你喜欢他们俩吗？我只是把她当闺蜜，我不会嫁给她。如果跟他们生活却没有感情，你愿意吗？对。也不愿意啊。但是你的前夫老王说，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变了，好像腰杆直了。这些所有的一切，除了有嫂子对于你的支持之外，还有没有另外2个异性对你展示好感的因素，使得你腰杆直了？你脑海当中哪怕是有没有闪过一丝念头说，反正比老王的男人好，至少有2个。如果我跟他们生活，你想都没想过吗？对，想都没想过。想都没想过。对。好。撒谎。这个东西我们只能问嘛，我们不能推论嘛。
推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嘛？那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我要是跟他分开，我的心态现在办这个恋这个时候你解释多了好多啊。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自己上班，我要行，你怎么想是你的事儿。其实你想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完全可以。你已经离婚了，其实你早就可以离，也早就向往新生活。但你不要因为所谓的旁人的语言，或者打着孩子的幌子，或者孩子也有一定的因素，而让自己心不甘情不愿的一次又一次的给别人机会。事实上，当我们给别人机会的时候，都是给我们自己机会。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过，如果你压根就看不上这个男人，如果你一直觉得就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女儿拉黑的父亲就是永远长不大的，那你就不要去搅和在这一家人里面。就像我们大家所说的，你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隐瞒我可能可以开展新的生活，跟别的男人再结姻缘的这么一个想法，这也没有问题，这是你的权利，做自己，明白吗？你要是蒙骗别人的眼睛，其实也是蒙蔽自己的内心。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好听的话，其实你也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愿不愿意跟你过日子，还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其实这么些年来在北京这么混下去，再回到家乡，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开始的对象，孩子也这么大了，一个人的日子也不好受。其实你也索性就做到两头，要么就做一个潇洒的男人，要么就做一个好好的丈夫。但事实上你没有那么坚强啊。你说当你听到离婚之后，你在北京瘦了30-40斤，躺在床上3个多月，你这么伤心，你这么伤心的原因到底是伤心于你愧对于这个女人，还是伤心于自己的下半生无人依靠呢？我想后者占主要的原因。否则的话，如果你那3个月躺在床上，每分钟想的是我如何对不起这个女人，你就不可能今天站在台上还昂着个脖子抬着个头，好像我理直气壮一样。这不像是一个想要承认错误的一个男人应有的状态。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下半辈子想有所依靠，你就至少对孩子们好一点。如果你想要跟人家好好生活，别一天到晚那么大脾气。这段关系复不复婚，取决权在你那儿，你别老说给机会给机会，听见没有？好吧，就这样。是。好，谢谢涂老师。其实两个人都挺可怜的，就是一个男人得把一个女人伤成什么样，这个女人说你去给我挣钱，我只回来拿钱就行了，我都不问你的温饱冷暖。这个男人得做到多极致，这女人才下这么大的狠心呢？而且还是自己2个孩子的父亲。而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心得大成什么样啊？他才能这样，常年不回家，自己又说没有情感寄托，又在给这个家里钱，他得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你们自己琢磨吧。这日子过得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它干嘛呀？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外遇可能并不是婚姻的最大杀手。如2位描述吗？都没有吗？那杀死这个婚姻的到底是什么吗？真的是简单的脾气吗？真的是简单的说什么不负责任吗？真的是简单的说一个女人的这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吗？我觉得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它就不是生活本身了。所以跟嫂子说一句吧，您真的别掺和了。如果嫂子没拿那个钱让你们做成所谓的生意伙伴也好，还是复婚也好，你们这2年不是也没有交集和交往吗？不也各过着各的日子吗？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其实刚才各位专家老师也好，就是说佳明老师都跟我们说了这么些，其实分析的很有道理。这20多年以来，说实话，我做的真的很过分。像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我可以说，像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原谅的。我说这是实际话。其实从去年8月份以来，就是到现在，我一直在改变，我一直在改变。我感觉应该说是你心里应该也有这个察觉，我一直在改变。我刚刚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说一下变得特别好，那都是忽悠人的。
我只能说慢慢的改变自己。现在我脾气挺大，我知道。哎，谢谢两位，请回啊。来，请关门，来吧，看这对曾经的夫妻作何选择吧。还有话说吗？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了。既然他决定是这样了，我也没有办法。还是那句话啊，这是此时此地此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心情的反应。如果你心里还真的有他，还真的满怀赤诚的想回去，其实你该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而不是那么轻言放弃。谢谢你，请回。不是每个人的日子都会过得清清楚楚，也不是每一段稀里糊涂的日子过得都不够幸福。如果你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希望你的身边人好，即使你糊涂一些，日子也不会过得那么不堪。所以，清楚和糊涂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是够不够替别人多想那么一点点。来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我觉得他变了，他以前很宠我，但是现在他的脾气越来越大，经常跟我吵架。我最近在创业，真的特别忙，但他一点都不理解，弄得我很烦。他创业一点起色都没有，反而钱越花越多，还不如找个踏实一点的工作呢。他总说我创业也挣不到钱，可是很多大老板都夸我有能力，他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我不在乎他是不是能挣大钱，他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也不如以前关心我。我不知道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走下去了。看起来是因为创业而带来了一对恋人情感当中的问题，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程先生22岁，来自陕西学生；女嘉宾杨女士25岁，来自陕西国企职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有请。欢迎两位哈，这资料没问题哈，还在读书哈？对。大几？大三。大三就已经创业了？是。创业多久了？今年6月14号，创立的自己的公司。做什么？做那个文化传播。学的什么呀？学的英语跟法语。哦，这厉害了啊！你们俩谈恋爱多久啊？谈了有1年半了。怎么样？挺好的。创业前都挺好的啊。创业后呢？可能是在他这边投入的精力太少，然后我们已经分手1个月了。谁提出的分手？是他提出的。为什么分手？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从创业以来，他这个脾气跟性格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之前我们相处的一直特别好。假如说女孩子就是有时候会生气，因为一些小事生气啊啥的，她就不会说是会冷落我，她就会放下面子，就转眼就会哄我。这不挺好吗？但是现在就是他创业以来，他这个脾气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先是生活方面吧，他这个生活习惯就变了，就是他要去跟朋友一般谈事儿呀啥的，会谈到很晚，有时候会谈一个通宵到4、5点。就谈啥呀？我也不太懂创业的事儿，没创过业。就是说做文化传播嘛，相当于是我有我的资源，然后去帮他们做这个活动，比如说开业活动这些的。哦，就现在的甲方都一聊都能跟你们聊通宵，甲方真好哎。不是说聊通宵，就是他们可能晚上会去，酒吧或者说是 KTV 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下班也挺累的啊，然后他就说是想见我，让我陪他一起去，因为我还是在我家住，没有跟他在一起。然后我父母就特别的反对，说是这样相处的话都不太好嘛，我家人就比较传统嘛，就很反对这样子。但是我有时候想早点回家，他就表现出来不高兴，他就说我现在辛辛苦苦在外面创业了，你现在就连陪我你都不愿意，所以我就特别为难，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感受。行吧，这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变化，还有什么变了吗？
还有就是他这个消费习惯吧啊。消费。对，因为他是个大学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给的生活费。然后我现在也就上班1年多吧，也不算是一个就是薪水特别高的。他在这个消费上面，他会去花很多钱，买了个手机花了7000多，当时还说买电动车花了4000多。然后在西安就是租房子呀什么的，就租了一个就是比较高档的那种公寓。先说租房子这个事情吧，就是租房子的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价格高的？其实，跟价格没关系。然后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公寓离我的公司比较近，然后距离他单位走路就10分钟不到，在3公里开外还有一个公寓会便宜将近800块钱。我没有考虑，我就想着是他中午去单位没有地方休息。我觉得我不想让她受苦，因为她本来家庭条件就不错，从小是被保护大的，就是家里的小公主。然后我就想，作为她的男朋友，虽然比她小，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俩在一起了，我就要像一个男朋友。行，你就告诉我这钱谁花的？这钱是我花的，我透支的信用卡。那后来这个信用卡谁还的？我刚开始是我还的，然后到后期，然后可能买了手机什么的还不上，然后我会让他帮我周转一些，但是我会跟他提前承诺，就是，我赚到钱了会还给他，因为我不想说是你这么说吧，你现在从他那周转了多少钱？4、5千吧。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就是因为要给他还这个信用卡，现在生活就特别的窘迫了已经，而且我家里条件还行，但是一般我们都是出门坐地铁啥的，但是他的习惯就是出门就打车，然后再买个烟，就基本一天开销就在打车上面了，就花很多钱，就我觉得这样子太不节制了，就是很浪费。公司运转的怎么样？公司运转的不到2个月，按照我的计划啊还是不错的，合同肯定会签的，然后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算是挺招人喜欢，也比较优秀吧，不然人家那么大的老板干嘛跟我一个小孩天天浪费着时间去玩这些讲这些嘛，是吧？这个我就不懂了。我通常听说过的是合同也签了，事儿也做了，后来没拿到钱。我知道这也有哈，我知道的。也有就是说合同要签，这个合同老签不下来。之前我也变化比较大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创业的期许不要那么高，因为真的很难。这是在经济上面等于压力就比较大了。还有别的什么促使你要跟他分手吗，姑娘？还有就是他在这个性格方面啊，自从创业可能认识了一些比较厉害的人，他会觉得，哎呀，这个创业吧很简单，什么项目都想得特别的简单，就觉得自己一定能赚到钱。说实话，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但我觉得创业真的没那么简单，就是他想得太理想化了，导致他现在特别的自负。我这不叫浮躁，我这叫创业激情，我有情怀。因为这些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家，然后他们都会说我很优秀，包括他在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夸我。我觉得年轻人，我22岁，我96年的，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就要有魄力，就要有梦想，就要有野心。如果没有这些，何谈创业？这个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年轻人，我们不是创业论坛啊，我们不讨论这些啊。对，咱们就说情感的事儿。我觉得他就是创业光有这个激情，他是不对的。因为我以后要跟他在一起，如果他光靠一个激情，他以后失败了，我觉得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见过你父母吗？见过我父母，就是刚开始见前2次还可以，然后到后面他创业了，就给我父母说认识了多少比较厉害的人，滔滔不绝说。但是我觉得你是作为我的男朋友去我家，你应该跟我家人说我们的感情怎么样，就应该拉家常，说一些感情方面的事儿。你一直在说你的商业模式，在说你创业的事情。这我爸已经提出反对，他说你现在谈这个男朋友呀是太浮躁了，一股脑的去创业，他根本就没有太把你当回事儿。那你不是提出分手了吗？我是提出分手了，他就是那种各种给我打电话，我微信电话全拉黑，支付宝上面又找我，我还是不理他嘛，就跑到我家楼下去就等我，一等就是好久。我下去见他了之后，他就说一些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就特别的极端，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家里人都已经反对，说是你男朋友这分手还对你死缠烂打的，这娃太不稳重了，你不要跟他谈了。就他越是这样，我家人已经越是反对了。如果你爱我，
你就应该去理解我做的这些事情。我为什么会去死缠烂打？为什么我会在凌晨2点等你到5点半，你都没有见我？为什么你再不接我电话，拉黑我微信，支付宝不回我的时候，我找便利店，我找肯德基，我找所有有电话的人去给你打电话发微信，我告诉你我出车祸了，你才出来见我。你能出来证明你是在乎我的，我能找你证明我是爱你的。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是我有没有权利不爱一个人？有。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好，我说这个事儿不好，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有。一对谈恋爱当中的人，有没有一方可以有提出分手的权利？有权利。你如果承认有权利的话，那他想分的话，能不能分呢？想分那是他的事儿，爱不爱他是我的事儿，追不追他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了。我爱不爱他跟他没关系。啊，听明白了。然后就算你要分手，你给我一个交代。我那几次去找他，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说咱们断干净吧，他也在跟我有时候会去联系，有时候他会拉黑我，但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他或者晚上会想到我，可能又会把我拉回来。我觉得我们俩是有感情的，他这样证明他只是希望我去沉淀去改变，而不是彻底把我拒之门外，所以我一定要讨一个说法。所以大家心里都挺委屈的是吧？对。行了，我的问题都问完了啊，你们应该看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多大的人干多大的事儿。你现在上大3是吧？我觉得还不适合创业。你没有到达那个创业的那个点，或者说你没有聚集到那样的一种能力和财富吧？为什么他一直会觉得你浮躁啊？一个是他可能从生理年龄上本身比你大，另外一个从心理年龄上本身女生就会比男生大。他现在看你就会觉得你很幼稚。你一直强调说你创业累，你希望他理解。那我问你一句，他凭什么理解啊？创业是你自己选的，我没逼你啊。你说你是为我创业，好，那你不要创了。他为什么要理解你？因为他爱你。所以因为这份爱，你也应该同样去理解他。他在你创业期间忍受你的暴脾气，忍受你无端发来的火，忍受你的情绪失控。他一直这样忍，说3番2头的，一会儿分手一会儿不分手的，为什么呀？因为他爱你啊，没有别的原因啊。所以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说你觉得你自己创业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不是你创业就是天大地大的事儿，不是你创业全世界的人都要为你让路，没有，会为你让路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爱你的人，他能够包容你所有的脾气和情绪。所以我觉得你其实在创业的时候是真正应该多理解他的。所以我说你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能力，又要管学业，还要去谈客户，每天应酬到4、5点，你哪有心思顾及毕业那点事儿？你毕业论文写了吗？所以你真的现在应该静下来想想，就像你说的，你创业是为了他，结果感情没了，业也没创成，对吧？什么都没有了，鸡飞蛋打，对不对？然后对女孩，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对这段感情用心，可是长时间这样的一种被折磨啊情况之下，你可能也失去了耐心，失去了曾经对他的那种欣赏的目光。如果真的觉得很累了，如果真的想要分手，就干脆的走，就千万不要拖泥带水，好吗？祝福你们。好，谢谢山大老师。来，于老师，我刚才在这里观察了半天，我也听到刚才你好像多次说你很优秀，但是恕我直言，优秀的人不会经常把优秀挂在嘴边。创业不易，人生不易。创业我们都希望你成功，但是你要知道，创业九死一生啊，这才刚刚开始，你的女朋友就品尝到了创业的伤害，那怎么让她有安全感？怎么能够让她的父母有安全感？我们可以讲爱情是她做主，但是人家父母就不能发表言论吗？你这边一手伤害着，还一手质问着人家，那叫双重伤害呀。如果这样下去，我还真不看好你们的感情，他最终就被吓跑了。
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最后可能还有生命危险。你今天拿车祸出事儿，明天拿什么出事儿？那哪天又出什么事儿，真的不好说，对吧？还有，从创业之后，你的脾气变大了，对不对？为什么变大了？压力大、脾气大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就像人疼了、病了，什么意思？你现在在透支啊！创业才刚刚开始，你已经承受不住了。你要知道，成功之前有多少个失败，我们很难想象你未来的脾气会变多大。如果你真的觉得压力大到你失控了，可以向你爱的人发脾气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谈，我觉得你不适合创业。所以我们有一个叫逆商，对吧？首先要学会失败，你才有资格去迎接成功。如果你觉得爱情重要，那我给你建议，创业缓一缓。我觉得目前你的压力状态、抗压能力，包括基本的原始资金，可能都不够。谢谢。那么，女朋友这边呢，她如果一直坚持创业，你有没有能够和她同舟共济，能够接受她更大的脾气？因为那个真的不好来停止，因为她目前才刚刚开始。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那后边的深受其害，可能就得你自己去承受。请你三思。好了，我的分享完毕。好，谢谢于老师。来，涂老师。其实你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的问题，包括很多中年人的问题。那咖啡厅里面一天到晚谈融资计划，一天到晚谈创业计划，动不动1分钟几千万上下，你不知道的都以为是大老板，所以他们都那样，你有一点这个习惯，或者是传染到了一点习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说清楚，优不优秀是你自己的问题，爱不爱你是别人的问题。你只能管住自己优不优秀，而不要把所谓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莫名的情绪、自己所想要达到的欲望去强加给爱情上。爱情本来其实挺简单，所以创业是为了自己的。说那些吹牛的话，也是为了让自己爽。在别人面前装有钱，其实兜里只剩下一个铜板的难堪，只有自己知道。所以不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年轻有点浮躁特别正常，但对待爱情的时候，还是请你真诚一些。就这样。在我看来，男生有一些超规行为，你是特别要注意的。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女生也是，不管是谈恋爱也好，还是生活里面的其他逻辑也好，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不要优柔寡断，一定要非常果断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你很果断的处理，给他一点点时间，他不会再纠缠你。所以你也想清楚了，你到底爱这个姑娘是什么？是现在离不开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你把它都想清楚了。今天不一定是会有一个结论，我们这儿只是一个瞬间的一个决定，它不代表了生活里最终的决定。但是你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试一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接下来一起进行60秒。我们在一起也有2年了快，然后在这2年中，也是风风雨雨、轰轰烈烈，从校园到社会，不管我经历什么，好的、坏的，你都陪着我。也像节目刚才所说的，我需要成熟了，我也需要改变自己的脾气，也会去考虑是否继续创业，如何更好的对你。我希望你给我们彼此一个爱的机会，希望我们今生只有死别，没有生离。我爱你。因为你之前一直说你会改，但是我希望你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吧。好，请亮灯。谢谢2位，请回。来，请关门啊！好了，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慢点，谢谢。
来，我们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沙大老师刚才说了一个这个自己的体会啊，说当男人口才又好又帅的时候，女人的忍痛能力是无限上升的。他先生就属于那种人，但是他先生现在不创业啊。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啊！请回，加油吧，年轻人啊！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认识半年了，我们都是离异，在这半年里有快乐，但是呢心惊胆战，害怕恐惧更多。他这个人抽烟喝酒，天天喝，和他在一起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多少次想和他分手，可一想到我们在一起快乐的时候呢，就有点舍不得。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快刀斩乱麻呢？爱情当中呢，有很多的女生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看到对方有一些是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就会立刻想要放弃这段感情。但是只要对方表现出一丁点对自己的疼惜或者好，就会忘记了伤痛，又想要继续。不能及时止损的爱情，注定是两败俱伤。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